我的整个初高中时期都笼罩在压抑的氛围中，在学校小小的班级就像是一个微型社会，看着别人用 iPhone 玩，天天酷跑，吃着零食，而我自己连零花钱都没有。家里呢情况更复杂，6年级的时候刚和父母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，确实有过短暂的幸福。那时候母亲在高档酒店当服务员，周末常常带我去刚打扫完的房间里面玩电脑。傍晚他还会带我去广场溜冰，那是我唯一需要花钱的爱好。那个时候我也是真的很开心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父母开始闹离婚，他们每次激烈的争吵都让我有点无所适从，我只能偷偷的躲进房间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更糟的是，当时的父亲会把怒气撒在我身上，但凡我犯了一点小错误，就会招来一顿毒打。有时他甚至当着我的小伙伴的面打我，这让我颜面尽失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仍然感到非常的羞愧。初一那年，父母开了小卖部，没有时间管我，就把我寄养到了亲戚家里。其实寄人篱下的滋味也非常的不好受，待久了总要看亲戚的脸色。初二的时候我就被接回去了，那时候母亲刚生完弟弟，性格也变得非常的暴躁，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原本对我不多的关爱也被彻底夺走了。她的心事完全不在我身上，对我的情况不闻不问，只知道一味的逼我学习，也只会看我的考试成绩。在生活上，她对我也极其严苛，不允许我关房间门，强制她认为一切都必须听她的。她会毫无预兆地闯入我的房间，从不敲门，这让我正值青春期的自己毫无隐私可言。她也丝毫不会尊重我的感受，任何的娱乐活动都是被禁止的。她经常拔掉电脑的电源线藏起来，但我也总有办法应对，要么找来电饭锅的线偷偷的插上，要不就溜去移动的营业厅去蹭手机和电脑玩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开始接触到了 DOTA 这款游戏。总之，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这样一个压抑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。但越是压抑，我越是想方设法的偷偷的去玩。我的这些心事无人知晓，孤独感总是如影随形。周末无事可做的时候，我就会坐在出租屋的门边发呆，看着外面的菜地和耕作的人们。寒风会不断的吹来，我便能想象有一个人会给予我温暖，无论是身体的温度还是内心的慰藉。我会幻想有一个朋友和我一起生活，能听我倾诉那些从未对父母或者同学说出口的话，也会想象能和朋友一起睡觉，度过漫漫长夜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我遇到了中学阶段唯一表白过的人。初二开始，班里转来了一个留级生，他比我大3岁，他阳光开朗，个子不高，总穿着一身运动装，留着短发，突出的喉结是他成熟的象征。他正好被分配到了第1排，成了我的同桌。我很喜欢他身上的那份我从未拥有过的成熟感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人往往会被自己所缺失的特质所吸引。在聊天过程中，我还发现他会玩伊洛拉这款小众的游戏，这让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渐渐的，我的世界开始围绕着他转，体育课、课间、放学一起走出校门，这些简单的场景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。有一次周五，我得知他要去某个网吧通宵，那时我真的很想和他待在一块儿，可我从来没有去过网吧，也从未在晚上出门过。但那天晚上凌晨，我还是特意的等母亲睡着后，悄悄地打开门溜了出去。那个时候是把门虚掩着，给自己留了条后门。穿着睡衣，我就直奔3公里外的网吧，只为看他打游戏。走在路上，我真的激动极了。我没有提前告诉他我要去，我只想默默地找到他，给他一个惊喜。一路上，激动和忐忑交织在一起。我生怕母亲半夜醒来就发现我不在床上，那肯定是避免不了一顿暴打，但我还是冒险出来了。然而到了网吧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，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网吧里弥漫的烟味呛得我真的很难受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进网吧，但我还是强忍着不适又找了几圈，最终只能失望的原路返回。我蹑手蹑脚的溜回了床上，万幸的是母亲并没有发现这件事情，后来也没有跟他提起过。又一次上晚自习，他趴在桌上睡觉，可能那一晚他又去网吧上网了，我就忍不住去烧了他，不让他睡觉。他不起来，就问我什么事儿。其实我没有什么事儿，但我假装有正经事找他。终于他醒了，问我干嘛。我鼓起勇气说我喜欢你。他愣住了，说了一句啊。我说真的。他当时带着疑问说，你别骗我了，不要是把我弄醒才这么说的吧。我当时确实是借着开玩笑说了真心话，但是看着他，我又认真的重复了一遍，是真的。他沉默了，什么也没说，低下头就开始写作业。我立刻就后悔了，心沉了下去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我刚才盯着他睡着的侧脸看了那么久，原来真的会被自身所缺失的东西深深吸引，比如他的成熟活泼，还有那股子撇气和帅气。反观当时的我，长相可谓一言难尽，营养不良，瘦不拉几，还戴着眼镜，还
还是正值青春期的满脸痘痘，再加上小学时候摔断的门牙，那时大家都叫我一个外号叫缺牙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的我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呢？那个晚自习剩下的时间，我完全没有心思写作业。在煎熬中，我终于等到了下课的铃声，鼓起了最后一点勇气，在回去的路上拦住了他，问他你到底咋了？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没事儿。我当时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但是从他的态度里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，就没有再多问。我知道必须为自己突如其来的表白承担后果，我们大概要从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变成了一句话不说的陌生人了吧。果然，第二天他丝毫没有要和我说话的意思，我也沉默了。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忍受这种折磨般的痛苦，明明坐在一起，却像隔着无形的墙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自己还时刻着保持距离。最终我主动换了座位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中考备考中。现在想想，我真的有股狠劲，就这样硬生生的和他保持了整整2年的沉默。这期间我们每次遇见，我们也只是眼神的短暂交汇，也不会说任何话，他也不会和我打招呼。就这样我们做了2年的陌生人，直到中考结束，我才主动去问他考了哪所学校。他因为没有考好，去了一般的2中，而我去了1中。我顺带鼓起勇气问了那个压住心底2年的问题：为什么那次表白之后，你第2天就不理我了呢？他的回答出乎意料，他说：我看你也没有跟我说话，我也就不说了。原来这竟然是一场误会，我完全错怪了他。也许我们本来可以继续做朋友的，但一切都太晚了。不在一个中学，再加上我这种不主动的性格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出现了。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也即将开始新的学习生活，终究没有再多说些什么。我便离开了这所承载了我3年青春的初中。其实写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我真的断断续续的停了很多次。那些关于家庭的不堪回忆，即使现在想起，依然让我心里堵得难受。当时我居然没有抑郁，真是个奇迹。我常常幻想自己能够穿越回去，陪陪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小的自己。可惜啊，那时的我真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。但其实现在好了，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好得非常多。这是我唯一一次勇敢的经历，之后面遇到的自然节都是暗恋的形式存在。我是包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